乌俄战争以来，美国首次援助乌克兰坦克。在最新一期美国对乌军援4亿美元列表当中，第一次出现了坦克。美国从捷克订购45辆 T-72 型坦克，之后在美国军工厂进行升级改造，主要是增加光学系统、通信系统和装甲套件，然后再军援乌克兰军队。美国发力了，荷兰也没闲着，也从捷克订购了45辆 T-72，然后升级改造援助给乌克兰。也就是说，乌军这一次可以得到90辆升级改造的 T-72。为什么美国这次突然援乌坦克？要知道，美国和北约虽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，但坦克这东西就美国是一辆都没援助，也就是捷克和波兰援助了几百辆 T-72与 PT-91。升级版的 T-72进入乌俄战场后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这批升级版本的 T-72除了数量已知，其他的都是未知，具体是什么性能，又加了什么新技术，美国都没提。但是按照美国的说法，这批 T-72是乌俄战场上技术最先进的坦克，这是直接超越俄军 T-90的节奏，也不是不可能。虽说美系坦克和俄系有区别，但是之前乌克兰缴获了 T-90 送到美国之后，美国破解后按照 T-90的模式升级 T-72，肯定比俄罗斯的 T-90 强。美国的坦克技术可不是开玩笑的，预计第一批坦克在今年年底就能抵达乌克兰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乌克兰为了提高自家地面部队机动性和机动防护火力能力，一直都想要主战坦克和装甲运兵车。美国为什么不支援美式 M1A1 主战坦克？海湾战争时期的型号大概有数千辆处于封存状态，拿出来直接就能用。对于这个问题，美国的说法是不适合乌克兰。T-72是一辆老雪佛兰， M1A1 是一辆法拉利。引进新的主战坦克成本极高，包括后勤与弹药都和苏式系统不同，而且准备时间很长，对乌克兰军队来说并不合适。没有几个月的训练和源源不断的维修备件供应的情况下，乌克兰部队成员无法操作。而且美德坦克标准与乌克兰现有的库存完全不同，特别是坦克炮，并且无论是豹2还是 M1 系列，他们的战斗权重都在60吨以上，无法安全通过乌克兰的桥梁和道路等基础设施。而 T-72、T-80 俄制坦克权重仅46吨，更适合在乌克兰遭到战争破坏的平原地区行动，所以美国才会以升级苏式坦克的方式升级 T-72坦克的观瞄系统和装甲，然后再支援给乌克兰。除了坦克，美国这一次军援还有250辆经过翻新改造的 M1117，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可以配备大约2个乌军机械化旅。这些装备进入乌俄战场，将大幅度提升乌军的攻坚能力。俄军在经过约1个月的调整后，目前在实力上已经缓过来了。俄乌双方现在还处于是僵持状态。目前在一线作战的俄军部队估算大约有5到6万合同兵、3到5万两州军队、1.5万国民禁卫军和瓦格纳1万志愿兵，还有最新抵达战场的4万动员兵。此外，还有4万动员兵和6到8万两州预备役处于待命状态。白俄罗斯，俄军也维持着一支 1.5万人左右的集群。俄军的一线部队已经恢复到了16万左右的水平，很快可能会上升到20万，兵力已经比较宽裕了。现在双方的重点还是南部的赫尔松地区，比如乌军攻击新卡霍夫卡，如果新卡霍夫卡被攻克，赫尔松又一门户就开了。同时彻底封闭第聂伯河左右岸的联系，但是按照俄军在赫尔松兵力布置，以乌军的装备水平，想要突破防线的难度很大。之前乌军从北部绕过米格沃和新卡门卡的俄军阵地，成功的推进到拉科夫卡附近。现在因古列茨河以东的俄军只控制了距离第聂伯河17到27公里的领土和通往米洛沃的走廊，乌军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进攻这一地区。但是因为天气原因加上攻坚能力不足，有点难。在第聂伯河北岸，俄军的计划是在1个月至1个半月内守住赫尔松城区，毕竟人多力量大，就算是炮灰那也有炮灰的价值。虽说没办法主动进攻，但阻拦一下乌军前进的脚步还是有机会的。火力军说这些动员兵无用，那是站在最终结果上。乌军打掉这些炮灰还需要时间。
现在双方的战线会僵持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乌军的攻坚能力不是很强，也就是缺坦克、装甲车。坦克兵可配属步兵战斗，也可在其他兵种配合下独立战斗。在实际作战中，夺取重要地区或目标、扩张战果、阻止敌人发展进攻、封闭敌突破口等等，都需要坦克参与。战争的艺术就是突破战线后，装甲部队闷头前冲，后面的机械化步兵、摩托化步兵随即跟进，扩大突破口，扫荡敌方的军队。但是现在乌军的坦克部队不够多，也不够先进。从开战到现在，北约好兄弟支援的坦克也就只有 T72、PT91，豹2现在还没见到，数量都还不多。坦克能撑到现在，靠的还是俄罗斯的援助，这也是为什么乌军会越打越强。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乌克兰至少损失了341辆坦克，俄罗斯的损失更大，包括损失了1428辆坦克，其中被缴获496辆，损失步兵战车1622辆，被缴获511辆。总的来说，乌克兰军队已经缴获了数千件俄罗斯重型武器，包括496辆坦克、511辆步兵战车、195辆装甲车、44门多管火箭炮和92门自行榴弹炮。乌克兰军工厂修复了这些被俄军遗弃的重型武器，同时将数百辆俄军坦克、装甲车和大炮移交给乌克兰军队。哈尔科夫的乌军第92机械化旅也已经装备了俄制 T90 坦克，摩步旅也被升级为机械化步兵旅。俄罗斯现在就是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援助国，俄军遗弃的重型武器数量已经超过北约。乌军在夺取北线俄军的关键补给中心库皮扬斯克的时候，还得到了大量苏式炮弹，也部分解决了乌军弹药匮乏的问题。除了依靠军事援助，乌克兰内部的军工业生产也开始逐渐恢复。现在乌克兰军工企业已经恢复生产122毫米以及152毫米两种苏式口径炮弹，产量预计会在几个月内有所提升。乌军这边实力一直上涨，但是俄军却是一直用苏联的老装备。在开战前，俄军的作战坦克数量大约有3330辆。从这方面看，俄军的坦克损失比例已经达到了42%。问题是，俄罗斯跟苏联不一样，俄无法恢复先进的坦克数量。苏联时期，军工厂每年都可以自主生产3000多辆新型自研坦克与数百架战机。但苏联解体之后，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冰点，对军事领域的支出被降到了最低。有限的军费大多需要优先投入到核武器领域，坦克制造线能卖的打包卖掉，不能卖的那就直接废弃。现在还能撑住，靠的还是苏联时期的库存。不过数量能撑住，质量不行。履带式装备对后勤系统的要求非常高，特别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全装甲机械化部队，履带行军时坦克经常抛锚堵塞道路。2月底乌俄战争开始时，俄军因机械故障废弃了大量履带式装备，包括各种坦克、步兵战车，甚至通古斯卡炮弹合一野战防空系统。这些装备有的被乌克兰作为战争成果扣押，有的被乌克兰当地居民用拖拉机直接拖走。在2008年的格鲁吉亚冲突中，俄罗斯装甲部队也是如此，近95%的装甲装备处于最大使用寿命的边缘，15%的装甲装备在战斗前就失效了。现役的装备都这样了，更别说那些封存的了。从这儿也能看出来美国支援坦克的原因了。在俄军坦克质量拉胯的情况下，援助质量远超俄军的坦克，加上标枪，直接降维打击，夺取前线优势。而且从战争的局势来看，俄军坦克不行，那乌军的坦克也一般。毕竟乌军的坦克主要靠俄军的援助，强行把乌军拉到同一水平战线，然后僵持不下。除了升级版的 T72坦克，美国的最新援助还包括1100架凤凰幽灵巡飞弹式无人机，以及翻新的霍克防空导弹。近几个月，美国已经不再援助弹簧刀无人机，而是重点军援凤凰幽灵无人机。看起来装弹量太小的弹簧刀战场价值比较有限，经过改造，现在凤凰幽灵无人机可以垂直起飞，可以持续飞行6个小时进行搜索，为乌军炮兵指引目标。凤凰幽灵无人机在夜间也可以通过红外感知系统搜索目标，同时还可以对中型车辆进行自杀性攻击。
老式的霍克防空导弹主要是要提高乌克兰电力系统的防空能力。虽然霍克防空导弹已经比较落后，无法拦截俄军先进战机，但是拦截伊朗活塞式小无人机还可以。当然，最特别的还要数装甲炮艇。美国这一次援助还包括40艘装甲炮艇。美军 SURC 型江河巡逻艇是一种小型登陆艇，可以搭载16名士兵，装备多个武器站，有机枪、重机枪和榴弹发射器等等。射手可以在快艇内操作武器站，可以执行巡逻、防御、特种行动和渗透、搜索、排爆等任务。乌军特种部队已经多次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行动，但是都在渡河当中失败。不得不说，乌军这一次军援很有针对性，就是要提高乌军发动渡河特种作战能力。40艘装甲快艇就可以一次性将600多名乌军特种部队强渡过河，突击扎波罗热核电站。美国和荷兰这一次军援2个机械化旅装备，特别是90辆坦克，还有40艘装甲快艇。霍克防空导弹组合在一起，提高乌军对赫尔松的机械化小分队进行多路快速攻击能力，以及乌军强渡第聂伯河袭击俄军沿岸炮兵阵地的能力。不过这一次美国军援翻新库存武器比较多，霍克防空导弹、M1117 装甲车、装甲快艇和 T72 型坦克都是库存武器装备，没有什么先进武器，而且这一批武器都要进行翻新改造，估计要年底才能交付乌军。而且11月7号的时候，乌克兰武装部总司令表示，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援助的第一批 F-16 战机以及 A-10 攻击机即将进入乌克兰。乌克兰虽然有使用苏制武器的经验，但对于欧美武器的掌握的确得需要一个过程。别说一个飞行员是靠着钱和时间堆出来的，就连一个普通士兵的训练，欧美对乌军的训练也不大可能像是俄军那样训练10天8天就送到战场上当炮灰，这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。F-16 的性能就不用说了，虽然俄方吹嘘自己的苏30、苏35多厉害，但土耳其仗着老旧的 F-16， 从叙利亚到高加索再到利比亚对俄罗斯的咄咄逼人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拥有了 F-16 才能让乌克兰取得彻底的制空权。不过 F-16 未来进入乌克兰的消息早就有了，也不知道这次是真是假。不过就算是只有 A-10， 也能对俄装甲力量进行摧毁。俄罗斯空天军的实力各位都清楚，就俩字：拉胯。现在乌俄战场的空中优势是在乌克兰这边，一旦 A-10 入场，俄方摆出的64公里装甲坦克就会变成一条壮观的垃圾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升级版 T72 抵达乌俄战场后，能改变现在乌军攻坚不足的现状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